夹哪儿啊？我夹哪儿啊？夹这儿，夹这儿吧。显得我好弱小。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吗？听清楚吗？清晰吗？清晰吗？声音小啊，很清晰，声音小。到底清晰还是声音小？不小。到底小不小？不小。你戴耳机不小。嗯。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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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手办。谢谢关注啊，谢谢关注。我今天的画面稍微好一点，是不是？我今天画面我是用后摄像头，后摄像头稍微清晰一点，是不是？是不是？今天走一种那个偷感，就是偷拍的一种感觉。感觉对着头直播比较好。怎么总有一些就是那个老派老旧的一些思想啊，直播非得对着头，那啥意思啊？再给你喊个麦，能不能创新一点？你的生活能不能就接受一些新鲜事物啊？你一说你的观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哦，OK OK，大概你就是这 level 这样。你接受不了创新的，你作为 gay 来讲的话，其实你就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对吧？啊，你就是一个少数，那个小众，然后你接受不了一些新鲜的东西啊，是吧？弹幕看得到吗？我这有一个电视，我直接投的电视，我直接投的电视。不然你们觉得我是看手机吗？看手机我得看那边吧，对吧？我得看那边，我是投的屏幕。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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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风有个好晴天。离得远显得皮肤也好很多，是不是？反正我现在看不到我皮肤的不好，这看的都是好的。离远一点挺好，这样显得我小小只一个。
有就是有少年感，我还蛮喜欢这种。Monkey 啊，Monkey Monkey，是不是长胖了？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我是胖瘦啊，一天总有人说我胖啦、瘦啦、老啦啊、年轻啦啊怎么样的，各种评论，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以何种评判啊？多高多重？我175，我原来是175、176，这2年有点那个驼背，所以就有点缩缩了。体重应该是82、83。82、83。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这种应该算是小猴吧。我以为那个175，什么那个175，哪个175？巴布拉多。Monkey，过来，过来，你看叫不动。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肚子大，能看到吗？我是肚子大，能看着吗？就是我放松是这样的，对，我放松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的目标是减肚子，其他的都无所谓，我觉得其他的都无所谓，减肚子，这肚子啊，嗯，这样看还好，因为它是从上往下看嘛，它就显得就是你肚子没那么大，但是你要平视角的话，这个形状就很奇怪，是吧？就是还是胖，肚子要锻炼。是我最近在跳绳，但是感觉可能量不够大，所以就是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你们有那个就是好的方法减肚子的，给我推荐推荐。嗯，对不对？就是谁有那个好的方法减肚子的啊，推荐一下。我这个真的是受不了。你这，它是这样。少吃一点，每天走路半小时。那走路是不可能的，你让我走路是不可能。去哥曼利包你有去哥曼利是个训练营吗？今年没有拍剧，没有，我今年没有拍剧吗？有拍剧啊，我今年有拍剧啊。我看最近流行那个什么减肥营啊，那个减肥营还挺火的，我寻思我也报一个。不行，
对，减肥营可以去报一个。脚趾怎么那么长？脚趾是因为那个比例的缘故，啊、脚趾没有那么长，脚趾这脚趾看着比我手指都长，嗯，它是那个角度的问题，它拉长了。他们说手指头长，脚趾头长，就是那个地方长，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吧，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嗯，算是这，你们就喜欢那种就是那个种小脚丫，然后胖脚丫那种，它不会大的，它不会大的。就是有的，我身边有好多的那个，就是都喜欢熊的那个小脚丫、胖脚丫、后脚丫，我说那能大吗？你们挑都不会挑，对吧？嗯，长度成正比，嗯，有一定的可能。你看我手，你看我手就是稍微长一些，嗯，稍微长一些。就我觉得现在网友啊，狗怎么不动？狗死了啊！那个现在网友就是喜欢乖的，喜欢胖的，然后喜欢白的。你说这三样哪个像是个一？你知道吗？就很多网友明明是零，然后喜欢乖的，喜欢胖的，喜欢白的。你说你们能找着一吗？啊，能找着一吗？我就真的就觉得说，你们喜欢的类型它就不是一啊，是我们喜欢的类型啊，不就是你吗？你了解我吗？我哪里乖了？这一看就不了解我啊！喜欢骚的，喜欢骚的，那你就别想着那个其他的啊，就是别想着就跟人过日子，人骚，人家不会跟一个人骚啊，就有所妥协。我觉得生活是有所妥协啊。你要了这个就不能，问问小大夫你乖还是坏？问问小大夫你是乖还是坏？就这个光你说话很难聊，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你。你要不你去出去吧，就我就觉得你也不是说你说话其实不讨厌，但是我就觉得你说话那个点让人很难接，嗯，很难聊。我不知道你生活当中有没有朋友就挺难聊的，就跟你聊天就是不知道该，就是你不承上启下，你就跟你聊天没有聊天的欲望啊，你要不换个直播间，嗯，劝退。还没去北京发展吗？我去北京上学，去北京上学不都是8、9月份吗？这个不是常识性的东西吗？学校不都是8、9月份开学吗？啊、空巢老人在线怼人，我可没怼，我这真我最近就是修身养性也算是，谢谢小虎虎的关注啊。等老了有钱了就找个小大夫这样的，嗯，
去培训机构，什么培训机构啊？以为你去培训机构了，哪有培训机构啊？学导演的哪有培训机构啊？该拍下一部剧了。我上一部戏是4月份更完的，我天天拍剧玩啊。请问我上一部戏你们看了吗？啊，你们天天追我的这帮人，你们上一部剧你们看了吗？啊，4月份刚更新完，我记得是看过了，看过了，看懂了吗？有很多人说看不懂啊，能看懂吗？这是我，哎呀，嗯，有很多人看不懂，嗯，没看，不太懂，嗯，你的剧在哪儿看？在哔哩哔哩啊，那个微微昆仑，微微昆仑在哔哩哔哩，搜我的名字，有啥懂不懂的？就是爱了，分了。你看这位真相这位朋友就是没看懂，这你说的越多，我越知道你没看懂啊！你这爱了分了，他哪是讲这些事儿的呀？嗯，那都没看懂你啊！就是你们要知道，不是所有的剧都是爱情剧，你要从一部剧里面，你要看到一个人的成长，看到一个人的际遇，就是我这部剧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它属于就是算了，你们没经历过，你们没经历过，就你们没经历过，就是创业呀，然后开店呐、酒吧呀这些东西，可能对于你们来讲会有一些遥远，所以这部剧就是反响没有那么热烈，跟你们的生活不贴边儿，所以就有人看不懂啊，这个没办法啊。但你要说拍一部纯爱的，纯爱的，纯爱的是什么意思？纯爱的是什么意思？不是去北京吗？我说要去北京，真要变肌肉男了吗？我这离肌肉男还很远吧？我这就属于减肥了。看一直腻歪的，一直腻歪的是，我跟大家这都说过无数遍了，一直腻歪的，嗯，就是一直腻歪的。说实在的，拍不了，就拍不了。就是为什么拍不了？就是不允许不允许。这个群体还是不允许啊，你们能懂吗？就不允许。撒狗粮有意思啊，就不太现实。你家里都是爱，什么？你家里都是爱，什么意思？你家里都是爱。那个《迷之森林》呐，《迷之森林》跟我回家是我的另外一部剧。哎，这个《迷之森林》呐，人家说跟我回家不就是纯爱，然后你说你家里都是爱，你这个跟我回家是一部剧，他的意思就是说跟我回家这部剧不就是纯爱吗？然后你说的是什么？你说你家里都是爱，这，哎呀妈呀，咱说这个，哎呀，真的是没看过是吧？对，假粉丝。你老婆呢？我老婆是正常人，她上班儿啊。对，就很多人问说你老婆呢？我老婆是正常人啊，她是需要上班儿的，嗯，而且还问我，只看过芝麻前面一点啊，前面一点，看到哪儿啊？前面一点，看到龙二了吗？看到龙二结束就不看了是吗？
小狗看到你和店长就不看了，看了一点就不看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你不看的原因是什么呀？龙二现在抖音账号也不活跃，他不是不活跃，他是被那个，他就像我前2年一样，就是被限流了。他是，我前2年就是发什么就是都没有流量，然后就被限流了，然后他就不发了。我这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解的，然后就大家能看见了，之前就是看不到我发什么。就是，像我们就是专门就是拍剧的呀，然后就是在圈子里的活跃的人会被限流，特别是我们就是拍剧的。如果去酒吧能见到你吗？能，周六应该能。我稳，就是我也不说稳，就是我90%我周六会在，周五可能也不经常在，就是因为有在筹备新剧吗？没有我一年只出一部剧啊，可能最近一年都出不了一部剧了啊，不会天天拍剧玩儿。我周杰伦都有江郎才尽的时候，我也得歇一歇，我得恋恋爱呀，我得累积一些剧本呢，对吧？嗯，谭总也搁置了，我不是要上学了吗，孩子我不是要上学了，看到你视频说要异地了，你有所担心吗？顺其自然我的想法是顺其自然，你就多恋爱，然后拍成剧，对，就没有新的故事了。别人的故事我也不想拍，别人的故事都特无聊喜欢大学学长然后那个他是直男，图图，你告诉我他是直男吗？他为什么他抱着我，他每天晚上他跟我一起睡，你说他是直男吗？就这种故事我拍不出来，我那个谁打字了？谁打字了？我看不见。那个可以再打一下吗？我是你铁杆粉丝，我哭了3天，你哭了1星期，你这是爱哭鼻子，你跟我的剧没关系，我告诉你，就是你就是没事你就哭吧，你现在就是睡完午觉你醒了你都会哭，这个跟我没关系啊，对吧？直男为什么抱着睡？直男为什么抱着睡？请问一下，直男不能抱着睡吗？我们上学的时候，直男都是抱着睡啊，有的时候就是跟你腻歪呀，对吧？依旧没有等到礼貌，那不是现实吗？你们觉得现实当中你们就是失去了一个人，然后紧接着就会一个大团圆吗？不太会啊，嗯，不太会。喜欢别人不懂直的弯的怎么办？喜欢谁不懂？他不懂吗？他不懂吗？是谁不懂？这个直播视角怎么这么高？因为我故意让他高的。你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为什么这么高？他为什么这么高？就是这种问题，就是这个直播视角为什么这么高？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种问题。他为什么这么高？他就是我想让他这么高啊！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种问题。所以通讯录还不敢抱着睡呢，我就天天一直看直男们乱搞。反而对，人不在意，不在意这些事儿，直男反而就不在意这些事儿刚才有人说那个喜欢一个人不知道那个什么对方直的弯的怎么办？那就不要喜欢。我觉得就喜欢你的人会让你感觉到，不是，就是
如果说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追求的是什么，我追求的是互相爱啊，你们懂吧？就是我追求的是感情状态里是互相喜欢的状态。就无论我再喜欢对方，如果说就是他不跟我说他也喜欢我的话，我都不会跟他在一起。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别觉得说他不好意思表达，你会错过什么，就喜欢你的人会让你知道你喜欢他，啊。川田是你男朋友吗？川田是我男朋友吗？川田是我男朋友吗？不是啊。感觉你没有以前那么爱怼人了，你认为是小大夫给你带来的改变吗？我觉得不总直播就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呃，我怼人一般都分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在播那个小茉莉的时候，我会怼人。为什么会怼人？我觉得蠢，我觉得观众跟我提的那些问题，我就觉得很蠢。我说小茉莉这个剧为什么大家看不懂？所以我就会很反感，越提问题我越反感，所以我就会怼人。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因为大家没经历过就是酒吧，没经历过创业，没经历过就是同性恋这个撕逼，所以你们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回事儿？没看懂，而且就是那个剧的节奏又很快，然后因为其实我现在我看剧，我也是边打游戏我边看剧，或者说就是什么，或者说那个就是我会没事喝个水啊，上个厕所呀，然后就剧情我就落下了，我就看不懂啊，就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后来你看我这个剧播完了，我就说好，我就心情就稍微舒缓一点，我就觉得，哎呀，终于不再为这个破玩意儿这个，对吧？喝药的那个人凉了吗？就是你们问这个问题，它没有意义啊。就是那个路飞，你说他喝药那个凉了吗？没有表现他凉不凉，他也不是大家在表现他凉不凉，它不重要。就你们问题不重要，就是比如说你们会问我说这个剧它那个花了多少钱，不重要啊，它跟这个剧情没关系，它不是主线剧情。好在没看过，没问问题。小茉莉一般人看不懂，就是他生活他没有接触过，就是创业呀。那很多人就说啊，你拍剧为什么要涉及到商业的东西啊？好难看。我就说那你们就是我觉得这个挺无语的啊！我拍剧为什么涉及到商业？就是为什么涉及到商战，就是好难看，怎么样？我说那你们想看的就是爱情剧，对吧？你们就想看爱情剧，那不是所有的剧都是爱情剧吧？它也有间谍片儿，也有鬼片儿，也有那个侦探片儿。你想看爱情片儿，那不可能啊！就这个剧它只有这么一个元素，它支撑不起来呀，对吧？嗯，为什么会看不懂？就很多人他可能就是不喜欢看这个剧情嘛，啊。那接下来我可能就是不会拍这种所谓的就是呃商业的一些东西啊。哎呀，打字有点快，我现在看我用手拨弄不到那个屏幕。这没办法，我以后我就不会拍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行业的某个行业的剧。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你知道，就是孙俪有一个剧叫《理想之城》，你们知道这个剧吧？叫孙俪有一个剧叫《理想之城》，它讲的好像是那个土木工程，是吧？它讲的是那个就是这个什么什么造价呀，什么就是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工地的一些事儿，我就不爱看，你知道吧？我就不爱看，因为我对这个些东西不感兴趣，所以我也不爱看。这很简单嘛，那你就不喜欢看这种剧啊，所以我就 OK，那我就以后就
知道大家就是平时的精力也不想看这些东西，那就不看了，我就不拍了，对吧？理想之城我看了一两集啊，就看不下去了，它就是不好看，我就觉得它不好看啊。小茉莉按剧情来说的话，我没看，我看了几集，就是说，这不是我的生活。我喜欢看的剧是什么？跟我生活有一些关联啊，然后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领悟啊这些东西啊。小茉莉按剧情来说没有后续了吧？不是说没有后续了，其实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不拍，主要是那个龙二可能他不会出现在下一部了。啊、你有想拍一部走出亚洲的一部同性恋这么短剧吗？拍不了啊。就是你们说冲出亚洲就是怎么样的，我说白了，你们压根都不知道你们就这东西我没办法给你们解释啊，就没办法给你们解释，就是现在通讯录的剧它冲不出亚洲，能明白吧？就是你稍微有一点热度，它会限制你，能懂吧？所以他就拍不了。你们就说的，哎，就说你能不能好好拍一部剧，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他不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都懂，完了有些人他就是不懂啊。你看咱们就说一个非常简单的那个叫晴雅集呀、晴雅集，对吧？呃，郭敬明拍的那个，投入那么大的一个电影，而且人家没有明显男情，直接就被咔嚓掉了。这个东西我怎么去解释啊？我觉得大家都因为都知道这个事儿，对吧？晴雅集是因为邓伦，谁跟你说是因为邓伦呢？晴雅集在播出的时候，邓伦他出事了吗？他怎么能是因为邓伦呢？所以这种东西是因为邓伦，你们疯了吧？你们查一查《晴雅集》上映是什么时候，邓伦出事是什么时候？你们自己去查一查。他不是因为邓伦，他就是因为这个热度太大了，然后又就是有相关的一些事儿了，所以人就直接咔掉了啊。不是，是因为他有很浓重的男的这种，而且他又是大荧幕，你的热度太高了啊。后续第二部上不了也有邓伦，就那个10亿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你们在说因为邓伦的这件事儿，你们都不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我在表达的是咱们国内就不可能有这个通讯录的剧，通讯录的大热的东西不可能有，相关也不可以，能明白吧？我说的是这个观点，你们说邓伦出事了，是出事了，秦雅集下架不是因为邓伦出事了啊？你们知道什么叫下架吗？下架就是大荧幕直接下架了，他不是说那个我说的不是说免费版下架了，能明白吧？免费版下架了是后期下架了，但是《晴雅集》它上映了多少天，它就被下了，这个能明白不？有些人就是说一些东西，他压根都不知道你说的点是什么啊。对呀，他就是这样。你们说你让我想拍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冲出亚洲，怎么可能？嗯，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我朋友呢？我朋友上班儿啊，你们不上班吗？啊，
拍剧能赚钱吗？我们拍剧，呃，我们是怎么赚钱呢？我们是就现在我也不拍剧了嘛，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你们说拍剧能赚着钱吗？就是啊、也能赚着，但赚的是辛苦钱。呃，就是我怎么讲呢？就是很多人就问我说，你也不拉广告，然后你也不收费，你怎么赚钱？但是你们看，就是我拍剧，其实就是会有所收获。最主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年在拍剧，就是你看我从17年到现在啊，17年到现在我出了，就是大概出了5部嘛。跟我回家，跟我回家一，跟我回家二，跟我回家三，呃芝麻一、芝麻二、小茉莉一，然后对，就大概5、6部嘛，对吧？就是这些年其实热度都在嘛，所以就很多人他就知道我在拍剧，知道我在拍剧，其实现在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你们看到的国内拍特别是这几年，通讯录在拍这个题材的，呃，只有我，所以就很多人他就会，就是通过网络他就找到我，他就跟我说图图那个你继续拍下去，我会支持你。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吗？就是因为我就属于这个圈子里的，就是就一直在明面上的人，所以就是有很多人，特别是芝麻的时候，我拍了芝麻的时候，当时好多人就跟我说，就是我跟龙二那段感情，他们就说，哎呀，跟我的那段好像，他们就会找到我，他们说你继续拍下去，我说可能不会拍了，因为可能就是自己的积蓄花了也挺多了，他们就会给我出钱，跟我回家，他们就会出50万，然后芝麻一他们出了50万，然后芝麻二出了也是几十万，对，反正就是每一部剧我们在拍的时候，于小鱼肯定就是给他剪了一些，就是他们顶不起来，嗯，这没办法，那没办法，就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在我眼里就是他们就连基本的 CP 感都没有，就是他俩都没有融入到角色里边，就是呃，就我看起来我就觉得，就是对，就是不行啊，就是这种，对，就是没有 CP 感。你要是稍微有点 CP 感，然后我都会觉得说，哎，你俩就是很好看的，就是你俩在一起的，我就很想看。没有，没有，真的是不行。你看我疯狂的给阿赞加戏，阿赞这个角色其实没那么重要，就是阿赞这个角色其实很边缘的，对，他其实就有点像那个，就是《延禧攻略》里的那个纯妃似的。后来我就给他加戏嘛，对，其实就是李茂这个角色，其实也戏份也没这么多，就是就因为其他不行，其他不行，所以我说没办法，那我就得顶嘛，那我就得顶上去，哎，所以就拍剧啊，就各种问题就在等着你，然后你就得，哎呀，这反而不好做，不好做。现在也就是对这个影视这些东西有新的理解，然后再加上可能要去学习1年，因为我说在我们马上我要去学习，然后学习之后我看了一下就是说那个大概的一个学习的内容，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就是我接下来要
礼貌给人个人情感对立太大了。Number one 就是你想表达什么，就我很怕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拽不明白，就 Number one 你是不是拽？你没拽明白，还是你打错字了？给人一种感觉，给人一种个人感觉对立太大了，情感对立太大了，什么意思？给人一种个人情感对立太大了，你是不是拽没拽明白？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就是说，那个怎么玩说一些名词，这不用，你就说明白话就行。嗯，对，你就说明白话就行。这演的有点过了，我演的还过呀，我都演的多克制啊，我一点都没抢戏吧？我这礼貌这个角色我一点都没抢戏吧？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就是规规矩矩在演啊，他给你一种矛盾感，什么矛盾感？他给你一种矛盾感，什么矛盾感？那就不用拽，你就说哪儿就是你不理解啊。嗯，有的孩子打字打得慢的，其实你可以用那个就是苹果自带的那个语音的那个，小大夫的演技一看就是两面，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啥，不知道你到底喜欢谁，喜欢没苹果，安卓妹也有语音啊，怎样？站起来，站起来播一会儿。哎呀，坐在这有点冻脚，我这空调开大了。怎么 Number One 你是打完了还是怎么着？你别让我在这块空等。你是打完了还是不想打了？就是不是你是不想打了还是那个就是还在打？酒吧还渴吗？酒吧还渴是什么意思？没看你拍酒吧的视频。我为什么不拍酒吧视频？因为很多人他不喜欢上镜，能懂不？就是说你拍酒吧视频，你肯定会拍到顾客呀，人家顾客人家不喜欢啊，能懂不？你们能懂吗？孩子们，你们能懂不？就比如说他生活当中他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他觉得说你拍视频带到他会不会出柜啊？或者说他对象能不能看见啊？啊，就是这个东西我不能拍，这回你们能明白了吗？哎，他很多人他就是有一种就是自我保护心理，他就会觉得说，啊，你视频上有我，你赶紧删掉怎么样？有好多顾客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说啊，还挺生气的呢。我说你，我说都看不清你啊，我说都看不清你，但是他就不行，那我就只给人删掉嘛，因为毕竟人家顾客为大嘛，对吧？嗯，没法宣传了。不，刚才我不解释了吗？就发不了宣传啊，发不了宣传。这种你怎么发宣传？你无非你就是表达，就是说自己酒吧人气有多高，然后就顾客有多少，怎么样，有好看的顾客。
人家不让拍啊。就人家就是有很多人，其实他没有就是完全就是面对这个社会啊，他很谨小慎微的，特别是就像你们说的公务员儿，对，有很多公务员儿他不行的啊。你比如说你们就知道我身边有个演员就川田，你们知道就川田这个演员，他为什么他后期他没有跟我没有任何的联系，因为他跟我说，他说，哎呀，那个他家里不知道他是。然后他家里人看到他抖音了，然后他差点出柜了，他不让我，就是我们的互动就少了，因为他很介意嘛。那我们就不会就是说有很好的沟通和联系。你像龙二，我俩就怎么宣传，怎么表达，去哪儿发什么都可以，没那么多事儿啊。能明白吗？就是很多人他在意这些东西，不是你就包括你们给我推荐那些所谓的那些网红，你看他们拍抖音可以，那你要拍剧，万一要火了呢？身边人要看见了呢？仇家要看见了呢？他这些骗子金主找他要钱呢，这怎么办？啊，就不是说所有人都愿意就是被大众去看到啊，他们有的人他是不允许不敢，能明白吗？这个能明白吗？就很多人你就比如说你都明知道他是一个公务员，然后你说图图你能让他来拍戏吗？我说拍不了，孩子，人家是公务员，公务员人单位知道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允许。这个很难理解吗？不难理解，是不是？我给大家分析啊，说的够透了吧？是不是？哎，所以就是，哎，就是很多人他就是拍不了。我们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大郭，大郭你们认识吧？大郭，那个大郭他也拍不了，因为他工作的缘故啊，他工作的缘故他也拍不了啊。你们天天你们天天让大郭拍，那你们知道大郭是做什么工作的吗？你们都不知道。那你们就这个没，这天天让我找他拍啊，他怎么能拍呢？啊，他工作不允许啊。啊，你老公他不是我老公，我是他老公。大哥一看就是零啊，他是那种就是工龄啊，他有点装他，有点装啊。你别看他在那块装爷们儿，你看他练那么大，练那么大的全是零，对不对？嗯。真的，你们在圈子里这么长时间，你们不知道吗？那些肌肉零特别多。你像我们这种就是有点腐败度，我们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是就是创业者，我们是那种就是什么呀？我们是就是男人要应酬，所以我们就是对自己身材就没有办法管控的那么好。那你看那帮零花枝招展的，没事就去撸撸铁、健健身，人家不需要为生活就是付出什么，我们就得这样啊。大哥听到了都不好，大哥，大哥就是工龄，你看他装爷们儿，可以截图发给他。说的我都不敢去健身房了，因为你们没有这个，你看我这肚子，我现在变成这样，不就是因为应酬吗？那是因为什么呀？啊，我这肚子这么大，那不就是因为应酬吗？嗯，这不是因为应酬什么呀？你们觉得做生意不需要应酬吗？啊，我就说实在的，就是那段时间喝酒喝的特别夸张，我现在记忆力特别不好。嗯，因为贪吃，我吃东西其实比较正常，我吃东西会比较正常，就我不是那种特别喜欢吃油腻的那种东西，所以就是吃东西让我肚子大，这个不太成立。我觉得我主要就是喝酒。嗯，确实一直忙事业。嗯，那你们看啊，就这样啊，就肚子就挺大的呀。
对，确实一直忙事业。我就说实在的，哎，我跟你们说实在的，因为很多人都看了我很多很多年了，我就跟你们说实在的，你们见过一个网红天天，我也不算是网红，就是一个自媒体工作者，这么长时间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他是不是一直在上进的努力的生活？他有一段时间他不努力了吗？你们自己寻思寻思，就是说百里屠夫这么多年，他有一年他说他堕落了，他停止不前了吗？没有，只有就是你们这么长时间你们接触的这些所谓自媒体的人，只有百里屠夫这么上进吗？只有百里屠夫在这块就是一直兢兢业业，一直没走歪路，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然后又在创业，又在置业，买车买房，对吧？他哪怕他有一年，他说：“哎呀，百里屠夫这一年，我就说我啥也不干了，我就在这块躺平，啊，我出去玩儿，啊，我就是每天浑浑噩噩了，没有，就完全没有啊。你还怎么走歪路？我就一直没走过歪路啊。就完全没有啊，所以就是，哎呀，我的天呐，咱们就说一直在忙事业，嗯，一点歪路都没走，嗯，也不谦虚点儿，我谦虚什么呀？我这不那个叫天意的，你可能不经常看我直播啊，有很多人都看了我直播，我直播应该快10年了啊，我直播快10年了。那有的人可能都看了将近至少6、7年了，那6、7年我都在这个大家视野里边啊，你不用傍金主，自己就是金主。我说实在的，就是所谓的金主啊，嗯，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金主需要你单身，你看我这几年闲着吗？就是那谁会找一个有对象的呀？对吧？人金主人家是，我觉得金主人家不想跟你做什么，但是金主首先要求这个人得单身啊，对吧？对吧？嗯，你喜欢你小南有什么特点呢？你喜欢你小南有什么特点呢？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呵呵呵，点的波斯猫还没唱呢，波斯猫。你神经病啊！你找我要什么？嗯，主播有1.6米吗？1.75米，1.75米，这样显得多可爱啊！上半身厚，下半身矮小，好小，教你看吧，谁愿意给你看似的？你爱看不看？对，手办视角是的，把空调关一关，太冷。你看我一直在晃悠嘛，有点冷。哎呀，该做饭了。是的，我们该做饭了。我也觉得我该做饭。哎呀，做饭喽。能看清吗？能看清啊，能看清。那我就看不着字儿了。我先做饭，我先把米蒸上。今天主要菜系是，排骨炖土豆，然后再弄一个那个鸡蛋
炒辣椒，再弄一个拌茄子，仨菜够。听这个声音啊，你们能听到这个声音？这是大米。大米没炒吧？这些应该够了，我们应该吃这些就够了。有很多人还不知道怎么蒸米，是不是？我给大家普及一下怎么蒸米啊。蒸米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你电饭锅，无论你电饭锅多大啊，孩子们，无论你电饭锅多大啊，就是这个米，首先呢，我教大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不是有手指吗？大家都有手指，是不是？有手指的，把这个手指插到米里，插到这个米和这个锅的底部，然后你就看一下，你就用手比量一下，然后你就看这个米在你的手指的哪个部位。你看我这个就在这个一个手指这儿，比如我的米就大概就是这么高，这么高。那我添水应该添多少呢？应该添一半。没事，你走你的，没事。那个就添一半，你看这米在这儿，水是它的一半，哎，把这个水添到这么高就行。现在的米干净，都不用淘。你看，我就添这么多，添那么多，好，这就可以了。今天把那个镜子擦一擦，镜子还有那个玻璃擦一擦，有点脏。这拉玻璃，还有那个这两面镜子，这一个镜子还有里边的镜子。不然还是不会蒸米。为什么还不会蒸米？你为什么还不会？你怎么那么笨？哎，这个四角，这四角感觉也很矮呀，这视角也很矮。做个排骨，
做个排骨，我们首先把排骨焯一下。排骨凉水下锅就行。放点8+1。煮它，然后再其他的就先不弄，因为其他的都特别快。摔疼了，摔疼了，把你们摔疼了。8+1料酒啊，8+1少给我装，你装什么？8+1不知道什么。8+1不知道什么，装什么你？你把我举这么高干？8+1不是9吗？那装无辜在那儿，不要脸。挺想把那个我最近就是开展了一个新的项目，孩子们，就是很多人啊，对，这茄子太小了，这茄子就看着就没有食欲。我开展了一个新的项目，孩子们孩子们，我接下来开展一个新的项目，开展一个什么项目呢？就是帮买的项目，就是帮买衣服的项目。孩子们，我接下来会帮大家买衣服，就你给我20块钱的劳务费，我帮你买衣服。就是我现在我不进货了我不进货了，你就给我20块钱，我帮你买衣服。代购是什么？就是这个产品也不是我的，你给我20块钱，我帮你搭配。孩子们，对，我就做这种事儿。就是之前就是买我衣服的孩子们，你们可以退款啊。就是我这一直忘说了，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不想那个做衣服了，做衣服压迫太大了啊。衣服这么便宜，你这有的孩子，你就是我说实在的，有的孩子你就是耳朵，你要不要你就捐人了，或者是你的脑子，你可能就是脑子有点不太好，你去看一看，你挂个号。你去医院，你去挂一个就是专家那个会诊主任的那个号。我都说成这样了，你还听不懂？说20块钱的衣服这么便宜，你真的，我说实在的，我说实在的，你活该你你看我的剧你看不明白，你活该。我这说话的，我说的这么明白了，都听不懂，听不懂，你知道吧？就是奇怪，我就觉得很奇怪，孩子们，就是有些孩子，你说父母趁年轻赶紧再要一个，这个号是废了，咱们换一个，咱们也不耽误，趁年轻，对你就是我就是着急，你知道吗？哎呦我的天！
我开展的项目是什么？就是你们不知道怎么买衣服，或者说就告诉你们怎么买到又便宜又好的衣服，而且帮你们搭配，让你们穿的不至于那么土。哎，因为我就是经常买衣服，所以就是我就有这个经验，所以就20块钱的这个服务费，哎，咱们就干这种事儿能明白不？就是怎么进行，你就直接私信我，然后咱俩加微信，然后你就说你的要求是什么，然后我就帮你买，能明白不？哎，能明白不？就你说一下你的需求，你比如说你要短裤，你要那个什么那个，比如背心儿，因为我说实在我为什么不做那个衣服了？我说实在现在衣服的成本很高，但是现在的价格太低了，我就说那我不做了。你知道我身上这个短裤，哎，我今天我特别喜欢我这个短裤，我这个短裤你们知道多少钱吗？就我这个短裤，哎，你们能看见吗？能看见吗？就这个短裤，这个是一个4分的一个短裤，你别管它是真的假的这个耐克的一个短裤，它运动穿，包括就是你平时遛狗穿没问题。这个是40多块钱这个是49.9块。炒什么菜？这不难，就炒熟了就好了。明天要买水。好。这视角很像个监控。后拍。像不像？像那个监控。好像老年人退休时候。哇，这玩意儿也太香了。哎，这个人说的是实话。还有半根呢，弄不起来。好好吃啊，小狗。非常的好吃，对。小狗这个好好吃。别玩了，看戏，他们吵起来了。这有啥好吵的？看着直播，因为我们吵起来了，不至于。不要吵，不要吵。你爱吃骨头，爱吃肠啊？爱吃骨头。对啊。你先咬个骨头。瞬间就把骨头给吃掉。那肠不好吃，然后每次我都想买点牛肉。嘴巴还开。
好的。这土豆真的很香，再给我1口半。哦，有没有爱吃土豆泥的？超好吃。就这种肉炖的这个土豆，超他妈好吃。这团不太紧。车算了，车算了，车生气了。网络世界是这样。你都给他骂跑了。另一个是店长，你一天呐，你的联想能力就是联想这些人。你该跳绳了。哎呀，吃慢点。肚子大了一圈吃的，我吃了3碗饭。站起来，站起来。没有牌，没有时间，没有钱。我晚上了。哎，刷碗了，改了是吧？摆烂，不刷碗。知道走远。
不要拍我！躺到我的肚子。做乜嘢啊？做乜挨啊？少废话，我帮你打，你去刷碗去。这孩子，这孩子吃多了啥也不干。好奇你俩怎么认识的？粉丝暗恋我好多年了都，买我的周边。这边以前没见你说过，我生活当中是遇到那么多人，我挨个跟你说呀，你天天在吗？我很好奇。真的是喜新厌旧，从何说起啊？恭喜你们哦！不用，我们在一起都快1年半了，有啥恭喜？你恭喜的也太晚了，孩子。想看大娘子打游戏，可以啊，你们，等会我让他那个直播打游戏。谁追的谁？没有谁追的谁，自然而然在一起。想和大娘子打游戏啊，想和大娘子，我看成想看大娘子。谁想看你打呀？要想跟你一起打。他玩的很垃圾。放屁！我29颗星。我王者29颗星。5年才算长情，那你出去吧，这个太短情了，你出去吧。那个叫他的，你聊天很难接，你出去吧。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聊，不知道怎么沟通。好厉害的，他玩的可垃圾了。我很厉害的。每次跟他玩，他都给我掉星。每次都是你在0杠几，我每次都10杠几，带不动。还就玩自己不擅长。那是因为我信任你，我让你带我飞，所以说我才玩。他玩这么多年，他现在才是王者。
他玩了10年，他才是王者。王者才出8年7年，这哪来的10年？你自己不是说的吗？你上学的时候玩的。我上学那也没到10年。你自己说的玩10年了。我没说。王者才出几年？小大夫是不是喜欢大叔，喜欢老头儿？我喜欢老头儿，下次小麦的局我也去。说话没得线。为什么现在看不到就是谁是不是我的粉丝了？他这个前面没有那个粉丝的那个名字了。啥时候去北京？等通知呢，我们在等通知，入学通知。晚上来我家吧，你看他站在地方，我不去别人家，我就是喜欢去酒店。说的话有没有兑现？视频里这个床好丑。你酒店还营业吧？那个 Tomorrow， 你刚才你不是问过一次吗？再一个，我那是酒吧，不是酒店。哎呦我的天哪！这酒吧和酒店是两回事儿，能明白吗？有的人觉得店长就是老板，老板就是店长，店长是打工的，老板是老板啊，就是很多人都分不清，就是很多东西都不知道，不懂。就是这什么啊？他是店长啊，说问我是店长吗？我说我是老板，老板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对，没去过酒吧，酒吧我们就不去了。未成年不要去。店长一般也会占一定股份吗？会占1%呀，或者超过10%吧？不也不一定，反正就绝对不会超过50%吧，我觉得。因为你知道，就是店长就属于打工的，就属于就是这个店归他管。但是有很多的老板呢，就是不愿意给别人那个实际的工资，会跟他说，哎呀，我这个酒吧的多少的股份给你，但这个股份又是纯利润的股份，所以就是他的实际工资就是纯利润的10%，所以他就赚不了多少钱，所以就是股份其实没什么用。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说你们现在到了毕业季啊，然后你们出去打工，去公司面试，他会跟你说什么股份的多少多少，不要这个，咱们就要实际的工资，能明白吧？就是一般就是我股份的多少，一般都是画大饼。那股份的多少，那除非就是你赚钱了，我才能得到你的股份。现在的实体行业都不太赚钱。这回能明白不？去北京读研不是，我去北京读，我先不说。北上广创业，就业难。
就业难这个事儿吧，就是看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大学毕业应该赚个7、8千，怎么样的？你去死吧，赚7、8千，没有一个公司你大学毕业给你7、8千的，没有这样的公司。你看电视剧你看多了啊，大学生到一个企业单位肯定会有实习工资，实习工资低的要命，你爱干不干。就是不要觉得说啊，你看别人一毕业就找了多少钱的工作，那个不属于你，那个也不一定适合你，你俩也是不同的能力啊。就是刚毕业你就是接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工资是低的，就千万别觉得说啊，我研究生毕业，我大学毕业怎么样，这没什么用啊。你企业招你进来，你就是啥也不会。实习期2500，就差不多就是这个价，啊，对，就是这个差不多就这个工资，而且你转不转正其实不是公司说的算，是你自己说的算。就你如果说你能力很高的话 ，OK， 你很容易你就转了，但你一直啥也不是，你等着吧，因为你，人家公司就觉得说你爱干不干，我就给你这个工资，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就是大学毕业就是赚不了多少钱，就是而且什么就业难就业不难的，就是你自己对这个人生的定位是什么啊？考研一开始也不会高，而且就是考研你得看你考什么学科的研，就是你的方向是什么啊？他这考研也不是特别牛逼了，现在，都是没有多高。是老婆的老婆吗？大锅，大锅，你能不能不要在你直播间里装一了啊？我刚才我都说了，你顶多你就算是个工龄，这是啊，大锅其实就是个工龄，他私底下就是说，他可能要面儿啊，他这个人他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特别就是怕他前任们知道，对，所以他一直在就是你知道，人到一定年纪，他对一些事情会有一点执着啊，就不要就是太在意这些东西，诚实的做自己，想做什么就做啊，没有人会笑话的。做零怎么了？对不对？今天可算是我直播，你来我直播间，我使劲的损你。直播造谣。我刚刚看到有个人过去了，然后这边有个尸体躺在这儿，刚刚有个人过去了，我刚刚要过来这救。1、2万，1、2万是什么？什么1、2万？我本来要去这个救火的，在门廊那里这个尸体，我要在那里救火，然后正好我看到那个6号从他的尸体从那个门廊那里走出去，往那里就倒了一个尸体。出来看看你呀、我刚吃完饭，我有点肿。用我不肿，我躺在这我不肿。你赶紧干活去，你消消肿吧你。阿姨在收拾了，完了。你看看，阿姨在收拾，那你说的话危险。我脚小，我脚能踩你一脸。单位研究生，一样的2万之间，
必须得找着，然后我等了一看，就3号跟写了一下，又跟小学生玩东西呢。那谁去啊？我怎么知道会有小学生呢？他的朋友圈都是小学生。好胖好可爱，我觉得你们这些说好胖好可爱的，你们就是变态。好胖好可爱，变态。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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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他说谁好胖？说我。他说你好胖好可爱。我哪里胖啊？我那是壮，是壮。床单上这一块那一块的，啥这一块那一块的？哪有？这是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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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裤子走光了，他的裤子走光了，他里边穿了内裤，他怎么能走光呢？造谣，我就发现有些人啊，就是张嘴就是造谣。你一天啊，什么这一块那一块被发现了，哪有这一块那一块？好白爱看，他是小香猪，他那种小香猪，他是。到了6号。如果说是到了哨子会自动拉铃的，那个铃是我拉的，我跟10号在一起，我们一起拉的。不是，那不是我的枕头，那是他自己的枕头。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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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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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小生跟小学生聊天呢，你看，跟小学生玩的可和谐了，你知道，融为一体。漂6啊，漂6号。你看小说去吧。他看小说吧。你弟弟啊？玩家。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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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也玩试试。你也玩试试。你也玩试试，什么意思？土豆玩这把能把小学生骂哭，我让他去回家写作业去了呢。
第五人格玩不了，那个游戏就是神经病。床脚左下面，床脚左下面。他说那个油怎么了？有点的呀。你看我。床单有油。你们在纠结的点，你们觉得床单上这种油，它是那种油吗？你们没用过油吗？请问你们没有那个生活吗？你们不知道那个油它的成分是水吗？它不会有这个陈年的这种老的油垢吗？1号没有灭火，这个1号没有灭火。啊，我就想请问一下，你们是没有这方面生活吗？没有人跟你们用过吗？没有人爱你，你们没有这样的生活吗？那种油是直接就会干了，因为它是水成分。这个油它是那个吃饭的时候蹭的油，所以就是你们挺可悲的，你知道吗？就这些常识都没有，居然觉得这个油是那个油。现在那个油它难道是汽油吗？是柴油吗？它就是水分啊，它就是水，不是水分，就是那个，它就是水啊，对吧？怎么会有这种油渍呢？缺心眼儿啊，有些孩子，就是你们要知道那个油，它的对，它就是水，它水的成分，它没有那个油啊。它不是豆油，这个明显的就是豆油啊，什么菜油啊，什么沾上的，啊。哒。那吃完了就在那一躺，他不胖谁胖？那说的好像平时吃完之后你不躺了，只是你今天在直播。没有啊，今天你把我位置抢了呀。运动还没做，对，他运动还没做，我今天下午做的。那我今天上班。白白胖胖的你不就爱吗？我啥时候说我喜欢猪了？我就发现有些朋友就是压根都不了解我的喜好，我喜欢的是肌肉狒狒。我从来不喜欢胖的猪，不喜欢。哒。对，躺在床上的是小香猪。完事儿啦？把衣服晾一晾就可以了。不用晾了，你让他干点活儿。好。他吃完饭他不动弹。他说你那衣服，你看从上一次让你晾到现在都没晾，然后说每次说你晾都是没晾，等会你去晾。我又不想晾，我又不怕有褶子。你不想晾你也得晾，没有什么想不想的。凭什么？你今天你都没刷碗，你让人阿姨刷的，不要脸。我跟10号在那个营地时候。你看自动屏蔽，他不刷碗，然后他说让人那个阿姨刷，不要脸。然后
中途看到降降火了1号，，消消气，有话好好说才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小爱同学，哎，给他放个屁。微胖帅叔叔有小帅哥喜欢吗？ 1号我去灭火的时候，他没有灭火，是我灭的。他就站在那个灭火那里，他没灭火。最近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推荐一下那个剧，叫那个《墨雨云烟》，蛮好看的。不是玫瑰吗？玫瑰不行，我看了不行，看，可好看。不好看。《墨雨云烟》真的好看，《墨雨云烟》就是明显的就是属于年轻人爱看的那种剧，不用动脑，然后很爽，然后画面也有新意，《墨雨云烟》挺好。这个导演将来就是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会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导演。对的，吴谨言那个确实好看，我看了前2集，我就觉得，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好看，就是第一幕他就好看，然后他的画面又有点电影感，挺好看。玛丽苏、刘亦菲就会吵，就刘亦菲，我觉得这个剧我不太喜欢这个导演的拍的东西，就拍的还行，但是不太喜欢，因为这个导演毕竟年纪比较大，而且他是拍那个电视剧比较多，他这个节奏什么不好看，对，张百强演的不错。狐妖小红娘别追我，看不下去，我看了狐妖小红娘看不下去，我觉得就是很无聊，就是狐妖小红娘你都能想到它的发展，就大概就是跟那个一些东西都一模一样。哒，它就跟那些刚刚起迷雾就是的时候，玄幻剧是一模一样的6号他一直跟着我，然后呢，他是能看到我的位置的。6号就是个狼。你一天少玩这种游戏吧，你都不相信别人都。所有都会被带过，说话不没底线。万家灯火，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小夜景。那衣服就放这儿了。行，辛苦了。看我们这个夜景还不错，是不是？就是视频里要比实际上要好看一点点，就实际上没有这么好看，视频里会更好看一点点。就万家灯火，然后又有一点点就是摩天大楼，对，是不是还不错？看着还不错。
好像没有穿上衣，你眼睛有问题。只能说你眼睛有问题。毕竟是深圳，就是你实际上看没有那么好看。我还是那句话，你实际上没有那么好看，就是因为这个手机它会亮一些，就会觉得哇，这很漂亮。但实际上看一般。但因为我们是老小区嘛，老小区就是我们周围全是老小区，我们周围的这种小区就是入户率比较高嘛，所以它就是亮光会就是还蛮。这个区是不是最有钱？不是，我这个区是老区，是罗湖区。你看我直播，我就是用它。一层一层那个是酒店，一层一层是酒店。不是，我这个是罗湖，罗湖区。有人说我没穿上衣，你说你啥眼神呢？你说啊，啥眼神这是？小狗，你要出去吗？你要出去拉屎吗？这衣服没晾，给小大夫晾。你要出去拉屎？你做好了？小狗狗 ，I love you。这话有没有兑现？替代过。拉布拉多看着有点小，他站起来比你还高。对呀，他站起来还蛮高的。房子多大面积？嘎呀！不要问这些隐私的。有人说你房子花多少钱啊？你面积有多大呀？谁给你买的呀？怎么？你这些问题有点冒昧，有点冒昧。那你做双人动作，那我点一下双人动作。今天就知道玩儿。下班了，往这一栽呗。你这个角度看着还挺成熟的。是啊。不喜欢了。超过26岁，咱俩就拜拜吧。我每年我都得，我是想说找23岁的处3年，到26岁就跟他分手，咱们就是有一个，对吧？你还有2年时间，珍惜吧。大家还有2年时间可以来找我，我的微信在这里。2年他就光荣下岗了。2年时间，我26岁，青春正好的年纪。小大夫还是自己直播，话多不紧张。话多不紧张。我那不是话多，那是我没什么聊的，只能念你们的字幕。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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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想处一个玩玩，结果最后结婚了，被缠上了。你在表达什么？就是有些孩子你们打字啊，我就很头疼，你知道吗？就是你们的表达能力就真的就是很奇怪。我同学大学4年想处一个玩玩，结果最后结婚了，被缠上了。
你陈述的事实是什么？谁能看懂？来，谁能告诉我他这句话想表达什么？陈述的事实是什么？他同学结婚了，是啊，他同学结婚了，然后呢？这有些孩子就是，那女的缠上他同学了，所以结婚了。这想出一个玩玩，玩什么？不知道啊，就其实。就我不知道他表达什么，你从北京回去了啊？没有，我没去北京呢还。那他是不是缺一个宾语啊？我大学他应该这么说，我同学大学4年想着处一个同性恋玩玩，最后和侄女结婚了，但是被同性恋缠上了，是不是这么理解？这样你们就能听懂了。我同学大学4年想处一个同性恋玩玩，结果跟侄女结婚了，但是被这个同性恋缠上了。对他说话就是没有重点啊，就是对。有歧视，有歧义，没有歧义，没有歧义。你听出来大概是对，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就缺少了很多的这个人物嘛，就是他缺少了就是他不解释嘛，对吧？所以就是懵的。为啥呢？你这，哎呀，还有个水蜜桃呢，还挺好吃的。我还没吃呢。我吃了一个，还蛮好吃的，就是又新鲜又，它不是脆桃，是那种就是多汁的，它汁蛮多的。给你留的，然后你再把那个你去吃，然后再把那个葡萄洗一洗，我吃，然后你再把柿子冻一下，然后我明天早上吃。懒不死你。怎么了？什么都不干。Tomorrow 说虎二在美国早就领证了，你知道这个 Tomorrow 也是突然就刚啷来一句，虎二在美国早就领证了，谁问了？这是有没有人提过虎二这个词？然后你突然当啷来一句说他在美国早就领证了，没有人问呐。就是有很多人他聊天就是突然 OK 我就这样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就想到这个事儿了。虎二是谁？虎二是那个跟我唱那个，七色天空那个。
他想分享，是的，谁问你了？问不问我都是56属鸡的。啊，换了个床。乍一眼看成龙二了。我感觉龙二不会这样直播，龙二都得做着端端正正的直播，他很怕别人诟病，他很怕这个角度他不好看。那我就不怕。破罐破摔。还不赶紧健身？不是去北京了吗？没去北京。他不是社恐，他是在意的东西太多了。他活得很累，我觉得。他非常的细腻的一个人，他要不细腻的话，他演戏不会演那么好。所以我就觉得，他蛮累，有的时候就是，哎呀，就有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就会劝他，但是他喝完酒就会放松好多。是啊，我就觉得就是 I 人和 E 人，就是你像我们 E 人呐，我们经常就是我们 E 人就是有烦恼。我说实在的，我们也有烦恼，但是我们 E 人吧，就是说出来就好了。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就是特别憋气的时候，然后我就对着墙或者说一个人，我就把我所有想骂的想说的都说出来，我就好了。就是我们E人是这样。其实他是敏感，谁呀？刘星说谁呀？所以我就觉得谈恋爱那些，就有一些E人真的是还蛮无语的。是的，跟那个成长环境决定，是的，是有这样的很大的因素的。有的人家庭生长环境就是这样。我觉得那些E人呢，都是表达的时候，父母会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我小的时候不是这样，所以我小的时候是个 I 人。我是步入社会了以后，就是会被认同啊、赞许啊，所以我就变成了E人。后来变的。行了，我下播了。他是 I 人还是E人？他肯定是 I 人。他直播我都看不了，他直播就在那块尬聊，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努力的。
那我不尬聊，我干嘛？我唱歌你就那说，哎，特别就是为了想听你唱歌吗？你就是。对他们蛮努力的。人家就喜欢跟我聊天。是他们不敢跟我聊天儿，因为我不是就喜欢我聊不起来，就是有一些废话我聊不起来。我能聊，你们都来我这儿啊！我能聊。行，我跟你们聊废话。行，我下播，然后让他直播，他边干活边直播，然后跳绳的时候他也直播。你们可以去他直播间，我先下了啊，我看有人那个微信上跟我说话，